提到外星人呢，大多数人都会联想到 UFO 和地外文明。事实上，有大量的证据显示呢，外星人早已经寄居在地球。为了掩盖他们的行踪呢，有些外星人就隐藏在海洋的深处。也许人们发现的那些性能高超、在水下的不明物体呢，就是这些外星人的巡航器。通常呢，人们将这种水下的不明物体呢称之为 USO。如果外星人出于监视地球人类的目的呢，那在深海下面建造基地呢，绝对是一个聪明的选择。毕竟人类对海洋的综合了解不比对月球了解的更多，因为1000米的水深已经是目前人类最先进的核潜艇下潜的极限了。而深海探测器虽然可以达到数万米的海底，但那只是在定点的范围活动而深海的未知领域远超地表的陆地面积所以当前寻找外星人的深海基地那才真的叫做大海捞针。不过有个叫做费拉迪的人曾经就幸运的去过海底外星人基地。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大家好，小唐。在1956年的8月的一个晚上呢，费拉迪正在阿根廷的一个沙滩上钓鱼，突然他就看到了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形生物站在他的背后，一边发出声音呢，还一边注视着他。那这个人形生物身高2米以上，皮肤苍白，眼瞳色淡，身穿一件紧身衣，留着一个非常整齐的头发。当费拉迪在跟这个人形生物对视了之后呢，人形生物便朝他走了过来，然后安慰道，跟他说不要害怕，并邀请他去参观他们的基地。就这样，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呢，费拉迪居然同意了。于是这个人形生物便拿出一个发出耀眼光芒的这个盒子。片刻之后一个直立的碟形的飞船贴着海面就朝他们驶来，最后就停在了他们的面前。然后这个碟形飞船打开舱门，放下一个舷梯，里面又走出了另一个人形生物，示意他们上船。进入飞船之后，费拉迪竟然看到一个10多岁的人类女孩。这个女孩主动地向弗拉迪介绍了自己她说她名叫艾琳娜，是在她之前不久被带上飞船的。她当时在家睡觉，突然被嘈杂的声音惊醒，然后就被一道耀眼的亮光吸上了飞船。在和自己的同类短暂的寒暄之后呢，费拉迪便听到了有人通过心灵感应对他说要求他换上另一种衣服，因为人类身上的细菌有可能会对他们造成伤害。而那个女孩呢，则被一个女性样貌的人形生物带到了另一个房间，并交代这个女孩要时刻的紧跟她，以便更好的进行转化。女孩被带走后呢，费拉迪呢也按照人形生物的指示脱下了自己的衣服，将其放在了他们指定的一个盒子里面。人形生物呢还要求费拉迪再将双脚踏入地上的2个洞里面。数秒之后呢，费拉迪全身也被一种特殊的材料包裹了，衣服的款式呢就跟那些人形生物穿的一模一样。在费拉迪换好衣服不一会儿之后，这艘飞船便驶入了海中航行，并在来到了阿根廷的桑博隆邦湾的地区呢，又回到了海面上。而根据人形生物跟它的透露称呢，这是为了躲避人类的雷达来进行的航行。那么在海面上航行了一段时间之后飞船最终来到了非洲附近的海域，并在那里突然飞向了太空。根据弗拉迪的说法呢，在太空期间，他不仅看到了地球和月球的全貌，而且人形生物还告诉了他称他们通过了向地球投射一个立场通道，然后再通过这条通道呢，瞬间的进入地球的区域。值得注意的是，费拉迪对地球和月球的描述竟然与后期人类发射航天器所观测到的相差无几。就这样呢，随着飞船在太空徘徊了一段时间之后，接着又返回了地球，并进入了墨西哥湾的海域。这一回飞船载着费拉迪呢，在海底停了下来。在这个人形生物的示意下呢，费拉迪和艾琳娜就走出了飞船。他们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建筑物中通过窗户呢，他们就看到了该建筑物呢被一个巨大的玻璃的穹顶所笼罩，穹顶下呢还有其他的建筑以及同样的几艘外形的飞船，整体的面积庞大，好像一个海底城市一般。而人形生物就告诉费拉迪和艾琳娜呢，这是一个飞船的维修基地。在这个基地里呢，费拉迪和艾琳娜一起做了一个实验，他们分别喝下了不明液体，吃下某种没有特殊味道的食物之后便入睡了。当他们醒来的时候，他突然就发现自己竟然能够读懂对方在想什么。而此时一个人形生物走上前就告诉他们称这个测试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人类的身心状况。此外呢，这个人形生物还表示费拉迪和艾琳娜的身体非常健康，并通过这个测试还测算出了他们具体的死亡时间。在这个晚上所经历的这一切呢，费拉迪感到无比的新奇。而更令他匪夷所思的是，这些人形生物对于人类生命的解读还更多。根据费拉迪的说法呢，人形生物就告诉他说，因为你有着跟我们一样特有的松果体，而只是你们还处于未激活的状态嘛，将来你会对我们非常有用。
毕竟地球上的各个种族没有一个是土生土长的，他们都是其他星球文明的残余，而松果体呢，就是地球原始种族的最大特征。当它被激活的时候你们所有人就能够听到同类的声音了。当你的意识苏醒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呢被限制在了一个小小的躯体当中，外面的世界是如此的巨大，人群呢是如此的庞大，以至于你像一个囚徒一般。所以人类也是如此他们从来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他们完全陷入了黑暗。说完这些话呢，费拉迪呢就在自己的家中醒来了。无独有偶呢，在美国西海岸也有一个叫普拉亚德雷的地方，在这里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情时间是1957年的一天凌晨，货车司机呢凌晨5点多准备开车回家，他叫凯，他不仅对道路很熟悉呢，而且对车子的驾驶也非常熟练。就在前一天的早上，他还把自己的车刚刚保养好。可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车子行驶到了洛杉矶的普拉亚德雷的海滨公路时，居然突然熄火了。巧合的是，不远处也刚好停着3辆卡车。原来大家的情况都一样，正在这4个人研究怎么回事的时候，怪异的一幕居然发生了。他们发现不远处的海面，一个圆形的物体呢，正在被一团蓝色的雾气包围着。那个物体从高处慢慢的降落到了距离海面只有几米的位置，然后又变成了乳白色。2个金属环样的东西呢，缠绕在它的周围不停的旋转。根据凯的描述呢，他觉得有点像是土星的那个环。而且不一会儿呢，飞行器又以极快的速度飞离了大家的视线。可是飞离的方向竟然是进入了海里。巧合的是，在同一天下午3点50分左右，洛杉矶的航空局居然收到了一份诡异的报告。正在执行任务的洛杉矶的长滩空军气象分队呢，突然就发现了距离他们不远，高度约2000米的海平面上，同时出现了6个不明飞行物。而这些飞行物一会儿变大，一会儿缩小，好像在演练着什么。目击到这一现象的呢，就是飞机编队上的13名队员。与此同时呢，洛杉矶的长滩警局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因为有上百名市民打电话来，想要知道自己看见的那些东西究竟是什么。因为大家都通过了多方目击，见证了诡异的事件。神奇的是，自那之后呢，凡是靠近加利福尼亚的太平洋海域附近在长达40年期间，由官方和民间分别报道出了10多起类似的事件。有人说看见了 UFO 的，有的则强调亲眼见到 UFO 钻到了海中的。时间久了呢，逐渐便形成了一种传闻，大家就都说太平洋海底一定有一个 UFO 基地。因为海洋对人类来说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根据可靠的数据显示呢，海洋的能见度越往下呢，压力就越大，这让我们现有的探测器很难展开工作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呢，声呐探测系统已被纳入了海洋勘探系统。所以科学家们就利用船只携带这个声呐仪器到选定的这个海域之后呢，以直线来回往返的形式在航行，再通过电脑回收数据呢进行图像模拟。那么这种方法的弊端就是速度太慢了，且非常耗时。越是深海呢，难度系数就越大。直到2017年呢，全球仅有6%的海洋图像才被绘制出来。那么除了声呐系统，我们所熟悉的谷歌呢，也参与到了勘探的大军当中。它是利用的卫星测绘的方式其依据是随着海底地形的变化，海平面水位的高度发生的变化的不同呢，所以深度会导致不同的引力差。虽说这种差值非常小但是谷歌呢，确实是利用这种微小的差别反推出了海底地形。可是由于数据的不稳定性，所以谷歌海底地图并没有那么准确。巧合的是，在日本财团基金会与非盈利海洋测绘公司共同就开发了一名项目为海底2030的计划。该项目指呢，在2030年前完成全球海底的地图。刚才我们不是说过了吗？声呐的采集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那些科学家怎么敢吹下海口10年之内就能够完成呢？就是因为他们用了一种叫做多角度的声呐，这种东西可以在水下同时进行多个方位的勘测，同时可以将其与现代流行的无人机技术结合起来。这一项新的技术确实非常好，截止到2022年呢，已经完成了21%的海底地图了。这种方法成效很大，所以专家们发现绘制出来的这个地图越多呢，惊喜也就越多。还发现了很多没有见过的各种奇异的海洋生物，还有一些没有见过的巨型海底大陆。难道它是之前沉没的海底母大陆吗？在新西兰海域下就发现了一块巨大的陆地面积大约有490万平方公里。那它是不是沉没于海底的史前大陆呢？上面是不是有史前文明呢？而地质学家就认为新西兰属于一个已经大部分沉没在海底平面下的微陆块，这个陆块被称之为西兰大陆。
这个发现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惊天大发现，因为在很早以前呢，就有相关的学者就提出西兰大陆的概念。随着探测手段的不断的发展呢，我们得到的证据呢也就越来越充分了，进而才将其确定为一个微大陆板块。大约在1亿3000万年到8000万年前呢，此大陆连同澳大利亚大陆一起与南极洲分离。所以8000万到6500万年间呢，从包围澳大利亚大陆的冈瓦纳大陆分裂并分离，随后沉入了海底，面积呢是490万平方公里。此大陆目前有94%的区域呢已经被海水淹没了。可是很多 UFO 迷呢，应该最关心的不是这些，他们更关心的是一直处于加州马布里海岸线附近的那个9公里以外的外星海底基地嘛。因为这个声纳海底测绘是不是就能够揭示出加利福尼亚外海的海底外星基地呢？谷歌地图上的一个海底区域就引起了 UFO 迷的注意因为这里离加州马布里海岸线仅有9公里，可以从谷歌地图上清晰的看到是一个位于水下600米左右的高台，其长约4000米，宽呢2000米，高150米。细看高台的下面会发现那种有几根直立的大柱子，其中2个柱子之间隐约还有着一个约800多米宽、190米高的大门。联想到前面的事件呢，大家很快就可以做出海底基地的猜想。那么这个建筑的整体呈椭圆形，有着宽大平坦的顶部，面积约8300平方米，还有看起来像是直立柱支撑起来着通往幽暗秘境的入口。更神奇的是，这个水下的建筑它在向外发射出很强的电波。若是说它是外星人的海底基地吧，这个位置呢又过于靠近美国的西海岸，而美军的第3舰队呢就部署在那片海域。我们猜测呢，美军应该早就知道它的存在。难道这会是美军与外星人合作的产物吗？一个专门讲各种 UFO 和外星生物的私人电台呢，当时就直接宣布加州 UFO 水下基地找到了，几十年的谜题解开了。而主持人还在节目中说，这个海底基地的隧道直接通向神秘的51区。真的是这样吗？在2017年呢，一个叫做 AE 的电台就播出了一档叫做罗尔档案的节目。节目中主持人罗尔在深水打捞队的带领下就前往了这个所谓的海底基地。到了目的地之后呢，打捞队就发射了无数的潜水器呢，想要来拍摄这个所谓的海底基地的这个影像。而主持人罗尔和科学家还有 UFO 调查员呢，就一起坐在屏幕前仔细的观察，看看到底拍到了什么。但是潜水器拍到的图像都很模糊、很黑，能见度呢只有半米，而无人的潜水器也只能在水下工作很短的时间，所以这一回取得的资料呢非常的少，而且还是无法查清或者是看清海底基地的全貌。多数人还是接受不了这个海底基地的存在，所以大家就认为呢，这是海底大陆架的一部分的结论。然而就在当年的9月呢，一个居住在马布里的业余无线电的运营人呢，却收到了一个陌生的无线电信号。这个信号呢，在12米的无线电频带约5000赫兹呢，非常稳定，就好像是从隔壁的房间发出来一样。而他的家呢，就住在海边。最诡异的是，他只能在这个马布里的海边附近才能收到这个信号，一旦离开呢，他就再也无法收到了。而这个男人感觉就有点不对劲于是他就请来了一名广播专家呢，测试一下。居然就发现这个信号是从海底传来的，难道是海军那边发出的信号吗？而美国海军的大本营就位于洛杉矶的西部所以他就拨通了一个海军朋友的电话，询问了一下那个神秘的信号的来源。而接线的朋友呢，直接插嘴说我不能跟你说。所以立刻这就让所有的人开始胡思乱想起来。难道这是海军在水下建了什么项目吗？或者是海军已经发现了水下 UFO 基地吗？那么罗尔在2019年呢，还发现了一名女子声称自己曾经被 UFO 绑架过，她的名字呢叫金卡瑞斯。她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就宣称自己曾经被外星人劫持是少数几个愿意公开承认自己被绑架的人。而罗尔就向这个瑞斯打听了一下，得知了这次绑架的事件是在1988年前。但他能够记住的事情已经很少了，所以他只记得自己工作到深夜，然后一觉醒来呢，就在 UFO 当中了。瑞斯就说他看见了一些小灰人，他惊恐地尖叫了一声。当时的灰矮人呢，大概是被吓了一跳，没想到他会那么快醒来，所以一个灰人立刻就扑了上来，一巴掌拍在了这个瑞斯的脖子后面。瑞斯当时就立刻什么都不记得，他只记得自己在自己的房间中醒来了。所以罗尔呢就决定带着瑞斯去找一位心理医生。但愿这个心理医生的催眠呢，可以让瑞斯恢复部分的记忆，也可以让他消除这种恐惧嘛。果然在催眠的过程中呢，瑞斯就得到了更多关于 UFO 的记忆。
他说 UFO 并不是在空中，而是在海底，是一片巨大的海底建筑，里面有很多的房间。与其说是飞船的内部啊，倒不如说是一座基地。瑞斯还见到了不少和他一样被劫持的地球人，那些人好像已经失去了意识。他估计呢，他们也是被临时抓走的。最后呢，用罗尔自己的话来说啊，他说他自己呢相信存在海底基地，只是目前以人类的科技水平啊，还无法发现他们的存在，而科学呢，目前也无法证实 UFO 和外星人的存在，所以只能等未来的某一天，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呢，来解开这个谜题了。好了，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互动哦。不要忘了订阅与关注宇哥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